大家好，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我们介绍了 Copilot for Obsidian 外挂的3种查询的模式，还有它的简单基本的操作。在今天的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会更加进一步来介绍它的其他功能。首先会先介绍它的自定提示词，接着再介绍它提供给 Obsidian 的命令。以下我就先来看一下它的自定提示词。Copilot 所谓的 Custom Prompt 自定提示词，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提示词模板。透过它，我们就可以重复的使用经常要使用的提示词了。在以前介绍过的 ChatGPT MD 这个外挂里面，必须透过不同的笔记来形成不同的模板。但是 Copilot 是把提示词的设定制定在它自己的储存空间里面，我们透过命令面板来对它做操作。因此，它提供了下面这几个命令，有 Add Custom Prompt， 这个就是新增自定提示词，还有 Edit Custom Prompt 可以来修改提示词，还有 Delete Custom Prompt 把不需要的提示词给删除掉。只要建立好的自定提示词要来执行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Apply Custom Prompt， 就可以把制定好的提示词的内容送给大语言模型来执行。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新增提示词，也就是 Add Custom Prompt 要怎么来使用。自定提示词的对话窗其实很简单，它就只有一个名称，也就是这个 title， 还有 prompt 本身的内容。只要把这两个内容给输入好，再点击最下面的 Save， 就可以把这个提示词给储存起来了。首先在 title 这个栏位里面给提示词一个名称，然后主要的就是在这个 prompt 里面来输入提示词的内容。它提供了几种语法来让我们扩充提示词的建立。首先，如果我们输入了2个大括号，这个就是表示你笔记里面选取的文字，到时候它会把这个选取的文字插入到你的提示词里面。如果你要指定特定的某个笔记，就是在大括号里面用2个中括号里面放上笔记的档名，这样子它就会知道说你需要去提前读取这个笔记的内容。另外2个是我还没有使用到的，就是可以用大括号里面放资料夹的路径，还有在大括号里面放井号标签。如果你是多个标签的话，它是用或这个条件来搜寻你笔记里面或者是你整个储存库里面有这2个标签的内容。下面来看一下我测试使用的提示词的范例。我的第一个自定提示词的范例是，首先它会去读取 template-daily-ai 的模板的内容，然后根据下面我指定的这8个规则来做替换。也就是首先我会先去笔记里面去标示今天的日期、时间跟天气，在提示词里面就是用大括号来表示，接着把笔记里面的百分号、日期、百分号换成刚刚选取好的这个日期，然后指定好了格式，然后再去替换百分号、今天时间百分号，再去替换百分号、今天日期百分号，然后再把昨天的日期跟明天的日期都给替换掉。后面7跟8就是一个条件式的描述了。如果今天是星期五的话，就要输出星期五 begin 到星期五 end 里面的内容，如果不是星期五就不输出。还有第8个规则是，今天如果是星期一就输出星期一 begin 到星期一 end 之间的内容。来看一下这个模板的内容是怎样。这个就是 template-daily-ai 的内容，在这个 property 区域里面定义了今天日期，还有今天的时间，还有今天的天气。标题就是今天的日期，还有昨天的日期、明天的日期，通通都用百分号的方法来表示，到时候让大语言模型帮这一些内容给替换掉。后面就是一些任务清单的内容，这个是透过 admonition 的语法，还有 tasks 的语法来产生的。那最后面这边呢，会有一个星期五 begin， 这个是开头，然后星期五的 end。如果今天是星期五的话，就要输出科技周报的内容；如果是星期一的话，就要输出 GitHub Hello 的内容。后面就是一些基本的文字。这个模板其实是我从 Template 的样板里面产生过来的。那看一下 Template 原来的写法，这个是原来 Template 模板的写法，就是使用 Template 预设的这些函数来做替换。其他的内容跟刚刚这个 AI 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差不多，其实就是把 Template 函数的表达式的内容给换成了让 AI 来自动帮我们替换。来看一下它执行的结果。首先我先来用 Edit Custom Prompt 看一下自定提示词。
选择 Daily Note，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定提示词。首先给提示词一个 title， 然后接着在 prompt 里面输入内容，根据指定的这个笔记的内容来做下面的一个替换。因为 ChatGPT 的执行效能还是比较好，因此下面的展示就是直接使用 GPT-4 Turbo 这一个模型。接着一样按下 Ctrl+P， 找到 Apply Custom Prompt， 再选择要执行的提示词。那我们要执行 Daily Note。刚刚漏做了一个事情，忘了去选取内容，因此他就用了一个预设的内容来输出了。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把刚刚的这个模板的内容整个就原样输出了。产生新的聊天内容的话，要点击中间的这一个按钮。先来做一个今天日期的选取，在这个地方我预设的是时间是2024年3月23号的晚上23点52分。选取好这一段内容以后，再重新执行一次 Apply Custom Prompt， 再选择 Daily Note， 它已经产生完毕了。我们来检查一下，发现就是周五的内容它有产生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原先这里面有3跟4这2大段，但是这个4没有产生出来，因为是只有符合了周五的内容，它只输出了周五的这一个内容，这样子表示这个内容已经产生成功了，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成笔记，就是使用这个 Save as Note， 它就会产生出这个笔记的内容，就透过了 ChatGPT 产生了一个新的 Daily Note。第二个自定提示词的范例是这个样子，我首先是让 Copilot 去读取一个笔记的内容，那我希望把这个笔记的内容做成动态的名称，因此用了2个大括号表示是选取的内容，然后产生出3个中文的问题跟答案，要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而且问题的第一行要用 H3 的标记。我试的结果，它大括号是产生成 Selected Text， 因此就没有办法达到动态党名的这个需求。那因此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让 Copilot 用动态的方法去取得党名的，最后就只能把笔记的内容全部选取起来，再透过下面的这个写法处理的内容是由选取内容给指定进来，然后这个方法才可以成功的产生出需要的内容。那我们来做一下示范。左边面板的卡片和笔记法是我从 Wikipedia 复制下来的内容，在右边的 Copilot 的面板里面，我先点击 New Chat， 再移回左边的面板，再把这个笔记的名称给复制起来，接着再点击 Ctrl+P， 选择 Apply Custom Prompt， 再选择 Q&A Generator 2。ChatGPT 就会根据我们刚刚描述的内容，开始产生我们自定提示词里面要求的3个问题了。这个就是 Q&A Generator 2的一个内容。首先有标题，然后接着就是刚刚的这个 prompt 的内容，依据我们指定的笔记的名称来选取它的内容。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内容其实比刚刚选择的笔记的内容还多，因为它其实是 ChatGPT 它自己做了推理，然后选择出内容，而不是这篇笔记的内容。因此，如果真的是需要针对这一篇笔记来做提示词的处理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模式改变成 Long Note QA， 让 Copilot 去读取这一篇的内容，再输入这个提示词的内容就可以。如果我们还是要使用 Chat 来做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应该把整篇的内容给选取起来，然后接着再来执行刚刚的自定提示词。再选择 Q&A Generator 2， 这个时候它才会针对刚刚选取的这个内容来产生出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比较符合我们选取出来这些内容的，而不是像刚刚第一次产生出来的其实是ChatGPT 直接从它的引擎里面直接帮我们推理出来的内容。最后我整理了一下 Copilot 提供的命令，我们可以按下 Ctrl+P 在命令面板里面来执行这一些命令。基本上它的这些命令都是很直觉的，各位看一下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来操作了。上面这4个就是自定提示词的操作的方法。接着如果你有一个一次性的提示词要处理的话，可以选择第5个命令来执行。选取文字的调性，你希望做一些变动的话，让大语言模型来帮你改写，就可以使用这一个内容。那下面这一些我就不再做说明了，其实各位看了一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了。例如我们可以对选取文字做摘要，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Summarize Selection 这一个命令。要做翻译就可以用 Translate Selection 这一个命令。以上它提供了这么多的命令，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来做，也可以用自定提示词来新增自己的命令。经常要使用的重复性的提示词，当然还是直接透过 Custom Prompt 来储存跟执行，会是更有效率的一个做法。
今天就是针对 Copilot 其他的功能再来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如果各位对 Copilot 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其实可以到 Copilot 作者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去观看他录制的内容，还有更多的第一手的内容的揭示。我有把连结放在相关链接的说明里面，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今天就介绍 Copilot 外挂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Obsidian 技巧对于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或者是笔记的制作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做好下面的每一支影片。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